在9日里，扶桑树遍布整个星球，其中始祖母树栖息于昆仑岛上。而后，里尔成立方士团，同样是以昆仑岛为据点，在保护古树栖地的同时，运用古树所产生的元能发展科技。再之后，天道议会也于此地成立，甚至天祸爆发时，还将昆仑岛改造，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故事舞台新昆仑。而在现实中，昆仑代表了古人对天上、对仙界的想象。可以说，昆仑不管是对游戏中的人物，还是荧幕外的玩家，都是充满未知的秘境。今天想来稍微介绍一下现实中昆仑究竟是什么，太阳与昆仑间的联系，因为这些真实的文化考据，意外的与9日世界观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。让我们先剥离神话幻想的外壳，把视角移到古人本身。不是这个古人，再古一点，再古一点，再古，再古，再古，完美。对古人来说，天上最重要的天体是什么？那无疑是太阳了。于是他们就看啊看啊看，然后得出一个结论：太阳有好多个。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？原来啊，太阳每天的升起、落下的位置皆有不同，待在天上的时间也不固定。所以，对于只用眼睛观察世界的古人，太阳会是每天都轮流出现、性格各异的存在。某种程度上，关于10日并出的神话，就体现了早期古人对世界的理解。可随着文明的进步，人们需要开始更加精准地去规划时间跟空间。那他们采取的方式是看太阳的影子去判断，透过影子1年中的长短、方位变化为基准。但如果要立表测影，有一个前提是，你每天观测的太阳得要是同一个。如果每天测量的基准都是不同的天体，那结果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经过又一系列的观察，人们发现太阳的运行是有规律的。太阳会沿着空中的某一轨道移动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黄道。古人终于认知到，昨天的太阳跟今天的太阳事实上是同一个，只是它会沿着某条轨道缓缓改变位置。而认识到同一个太阳的事实，就被称为坤。拆解坤字可以发现，坤是由代表太阳的日与代表紧密相近的比组成。白话解释就是天空中观察到的无数太阳都是同一个。因此，《说文解字》里坤的解释就是同也。好，坤的意思得到了解答。那轮呢？轮同样也是由2个部分组合而成，上半部分代表集合，下半部分代表书册。而把书册集合起来时，由于以前人们是用竹简做记录，所以当其中一片的次序错乱，就会十分头疼。因此，把书册集合起来，就有了轮次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在观察太阳时，人们不仅确立了同一个太阳的事实，还将太阳每天升起、落下的轨迹整理成具有次序的记录。而这种排序的行为就是轮。所以昆仑在古代的意思就是同一个太阳日日轮次而行。那在观察太阳的轨迹后，就可以在天空中画出一道道的圆。而对人类来说，天空中最重要的3道圆就是冬至、夏至以及春分、秋分的太阳轨迹了。因此，人们便以这3个同心圆代表了天。一些学者则认为，这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昆仑秋。而后相关的祭天仪式中，便成为了天的象征。天象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播种、收成都需要与之配合。可天象不是所有人都懂，于是懂天象的人就被当成是圣人，被当成统治者。在普通人眼中，这些人透过祭天仪式与天沟通，传授天意给众人，是神明的代行者。那这些圣人死后去哪呢？从哪来回哪去呗。
这些圣人生前主持祭天仪式的场所，就变成了他们回归天上的地方。于是，昆仑在此刻就转变为了神灵的居所。再后来，人们认为昆仑既然是升天祭天之处，那是不是要离天越近越高比较好呢？于是那时候昆仑的位置就被认为位于高原，也就是中国的西北方。也就于此刻，昆仑从虚无的想象被赋予了真实的地理位置。讲了这么多，我们再回头来看，一开始的昆仑其实就是古人对太阳的理解，将昆仑剥离神话的外壳，其本质就是我们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而已。这让我想到，当初只是科学家的李耳，在逝去多年后，逐渐发展成了鼎盛的民间信仰神奇。从道家变成道教，游戏中的情节竟然藏有了一丝现实中神话的影子，是巧合还是必然呢？写这部影片文案的时候呢，我有预感这部影片可能会有点无聊，因为影片与9日游戏本身内容的连结可能不够强烈，会更像古代天文学之类的科普。但怎么说，当偶然听到太阳与昆仑之间居然还有如此有趣的联系，我便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分享。我不太认为赤足有参考到这方面的资料，但游戏中太阳与昆仑的联系居然意外的与现实相互呼应，实在是让人非常的兴奋。这也有可能的话，就是因为游戏大量参考的《山海经》，它本质上同样是古人对世界的理解，两者本就是同源的记载。而也有可能是，其实制作组远比我们想的更远，早已看穿了太阳、昆仑、仙人间的联系，在游玩过程中埋藏着这条暗线，等着我们察觉。好啦，影片到这边就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点个喜欢。我之后也会做更多9日相关的影片，可以先订阅起来，这样我之后就可以给你一个惊喜啦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啦，拜拜拜。